重生末世前3天绑定修仙系统，这一世我必屠尽丧尸，护我妹妹周全。被丧尸分食的剧痛还刻在骨髓里，我猛地睁眼，医院刺鼻的消毒水味瞬间冲散了末世里缠了我半年的腐血腥臭。我重生了，回到了丧尸末日爆发的整整3天前。前世我在尸山血海里挣扎了半年，从手足无措的废物变成了刀口舔血的狠人，却终究没能躲过尸潮围剿。临死前，妹妹撕心裂肺的哭喊还在耳边炸响，没能护住她，是我刻进骨头里的恨与憾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冰冷的机械音在脑海里轰然炸响：末世修仙系统绑定成功，宿主陈也，欢迎开启修仙图示之路。虚拟面板瞬间弹出，新手礼包赫然在目。末世双色球头奖号码，外公信托遗产解锁权，初级体能强化。我死死攥紧拳头，强压着浑身的颤抖。系统指引瞬间刻入脑海。新手任务发布：末日爆发前，击杀一只提前刷新的变异丧尸，奖励练气1层修为，基础刀法全解。我抄起病房角落的消防斧，循着系统指引冲进地下车库。忽明忽暗的灯光下，一只青黑溃烂的变异丧尸正疯狂啃食着保安的尸体。我屏住呼吸，脚步如暴，猛地暴冲而出，双手抡圆，消防斧用尽全身力气，狠狠劈向他的头颅，黑血喷溅满脸，腥臭直冲鼻腔。任务完成，奖励已到账。一股暖流瞬间席卷全身，堵塞的经脉轰然贯通，力量暴涨数倍。我握紧斧柄，看着面板上亮起的炼气1层，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狞笑。丧尸末日又如何？这一世我修仙正道，执掌生死，所有遗憾尽数弥补。末世倒计时48小时，手握修仙系统，我要把生存底牌直接拉满。距离末日全面爆发只剩2天，时间就是性命。炼气1层的修为让我感官暴涨100倍，100米外的文明都清晰可闻。昏暗环境里视物如昼，力量反应速度更是翻了数倍。这就是我在末世立足的绝对底气。系统提示音准时炸响。支线任务发布：集齐一家3口3个月的生存物资，覆盖食物、水源、药品。防护4大类，任务奖励基础吐纳数，下品零食乘3。我没有半分耽搁，翻出所有银行卡、现金首饰，银行急速取现，又以半价急售房产，1000万现金瞬间到账，马不停蹄冲进批发市场，压缩饼干、军用罐头、真空米面、矿泉水，整车往回拉，碘伏绷带、抗生素、急救器械，直接包圆2家药房，防刺服、防滑靴、合金短刀、登山绳，但凡能用上的一件不落。路上，系统突然预警，检测到低阶丧尸2只，击杀可获取灵气值。我眼神一凛，抄起钢管循声而去。2只游荡的丧尸刚扑过来，钢管精准砸爆，他们的头颅黑血四溅，丝丝缕缕的灵气顺着指尖涌入体内，修为瞬间稳了几分。赶到妹妹的学校，放学铃声正好响起，妹妹背着书包从教学楼里跑出来，看到我眼睛一亮，快步朝我奔来。我大步上前，死死攥住她温热的小手，指腹摩挲着她的发顶，在心里一字一句发誓：这一世割护你周全，刀山火海，绝不让你受半分伤害。末日降临，全城瘫痪，尸潮席卷人间，唯有我的钢铁堡垒亮着人间最后一盏灯。我身负修仙系统，挥刀怒斩丧尸，杀出血路。凌晨0点，丧尸末日如期爆发。我站在加固后的出租屋窗边，撩开窗帘一角，看着楼下人间地狱，行人疯狂奔逃，丧尸嘶吼着追咬，被咬到的人抽搐倒地，转眼就化作新的行尸，嘶吼着扑向昔日的同类。万幸，我早做好了万全准备。出租屋门窗全钉上了加厚钢板，防盗网焊死3层，物资堆满整间次卧。妹妹被我护在里屋，毫发无伤。就在这时，系统提示音轰然炸响。首先，任务出发，守住出租屋1小时，抵御10只丧尸的轮番进攻。任务奖励炼气2层修为，基础法术仙火球术。我立刻握紧腰间的合金长刀，这是我特意定制的百炼刀，灌注灵气后斩丧尸骨骼如切豆腐。很快，沉重的撞击声接连响起，丧尸疯狂扑咬门窗，钢板被撞得嗡嗡作响，防盗网疯狂摇晃。一只丧尸撞碎玻璃缝隙，头颅刚探进来，我猛地挥刀，头颅应声落地。紧接着数只丧尸冲破缝隙扑来，我运转灵气，刀光翻飞，丧尸接连倒在血泊里。突然，一只速度型变异丧尸冲破防线，利爪直扑我面门。我侧身躲开，灵气疯狂汇聚掌心，一团炽热的火球瞬间成型，狠狠砸在他身上。轰的一声，变异丧尸瞬间被焚烧殆尽。最后一只丧尸倒在刀下。任务完成，奖励已到账。一股更狂暴的暖流席卷全身，灵气暴涨，我直接突破炼气2层，火球术威力翻倍。可我刚转身安抚妹妹，就瞥见窗外街道上一只体型庞大、浑身骨刺的变异丧尸正猩红着双眼，死死盯着我们的出租屋。为护妹妹周全，我孤身闯市群盘踞的超市，却不料一头撞进了前世杀我的仇人布下的死亡陷阱。末世爆发第3天，出租屋的物资虽够，却撑不了长久。为了给妹妹打造绝对安全的生存环境，也为了突破修为，我决定孤身外出，搜寻物资与灵气资源。我把防身匕首塞到妹妹手里，反复叮嘱她锁死门窗，绝不开门，才转身踏入了尸横遍野的街道。我循着系统面板的指引，朝着附近最大的超市进发。炼气2层的修为让我身轻如燕，避开大规模尸群。落单的丧尸被我一刀斩落，每杀一只都能汲取1丝灵气，修为稳步提升。推开超市大门，里面一片狼藉，货架东倒西歪，腐臭味扑面而来，可空气中却飘着淡淡的灵气波动。我在仓库角落发现了10几颗散发着白光的下品灵石，整整齐齐码在纸箱里。我刚弯腰要捡，浑身灵气突然不受控制的疯狂外泄，经脉阵阵刺痛，修为竟开始剧烈波动。系统红色警告：检测到1阶高阶丧尸布下的灵气陷阱，专为诱捕修仙者，掠夺灵气本源。我瞬间头皮发麻，这里根本不是灵石聚集地，是猎杀我的猎场。暗处，一只身高2米、浑身覆盖漆黑铠甲的丧尸缓缓走了出来，铠甲碰撞，发出冰冷的脆响。我握紧长刀，强行稳住紊乱的灵气，火球术接连射出，砸在他的铠甲上，却只发出滋滋的声响，连一道白痕都没留下，
就在他扑来的瞬间，我捏碎2颗下品灵石，灵气形成屏障，堪堪挡住攻击，狼狈撤退。看着眼前的黑甲丧尸，我目眦欲裂，一辈子都不会忘，前世在尸潮中，就是他一爪刺穿我的胸膛，夺走了我的性命。没想到这一世，他竟提前进化，还布下陷阱，等着我自投罗网。末世重生绑定修仙系统，怒斩丧尸。我与前世杀身仇人死战，今日不是他死，就是我亡，只为和妹妹一起活下去。超市里黑甲丧尸转眼间就追到了我面前，淬着剧毒的利爪狠狠拍来，我侧身极限闪避，利爪还是划过肩膀，带起一道深可见骨的血痕，剧痛瞬间席卷全身。我将全身灵气尽数灌注到合金刀刃上，拼尽全力劈在黑甲丧尸的手臂上，却只留下一道浅浅的划痕。黑甲丧尸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嘶吼，猛地一拳砸在地面，坚硬的水泥地瞬间裂开狰狞的裂纹，狂暴的冲击波将我震得连连后退，口吐鲜血，濒临绝境。就在这时，系统的紧急提示音在脑海里炸响，系统紧急任务发布：击杀黑甲丧尸，异界巅峰任务，奖励炼气3层修为，攻坚储物术，解锁系统隐秘信息。我目眦欲裂，咬碎后槽牙拼死一战，掏出仅剩的下品灵石，一把全部捏碎。浓郁到极致的灵气瞬间席卷全身，经脉被撑得胀痛，却也让我力量暴涨到极致。我握紧长刀，纵身跃起，将所有灵气汇聚于刀尖，朝着黑甲丧尸的头颅狠狠劈去。扑哧一声，长刀成功刺穿了黑甲丧尸头颅最薄弱的眼窝，直贯大脑。黑甲丧尸身体猛地一僵，轰然倒地，彻底没了声息。温暖的灵气瞬间包裹全身，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。我成功突破到炼气3层，空间储物术同步激活，脑海里出现1立方米的储物空间。就在我准备起身返回出租屋时，系统突然弹出一条刺眼的提示：检测到宿主妹妹体内有丧尸病毒抗体，且抗体能量与系统能量同源。我看向出租屋的方向，没注意到妹妹的气息变得异常微弱，还夹杂着一丝诡异的波动。系统面板上突然又弹出一行字：警告：丧尸病毒实为修仙界废弃的淬体毒，抗体持有者可成为修仙炉鼎，被修仙者掠夺本源力量。而不远处的巷口，几道黑影正快速朝着出租屋的方向靠近，速度极快，为首的人竟然穿着一身道袍，眼神死死盯着出租屋。我浑身血液瞬间逆流，妹妹竟是能被掠夺本源的炉鼎。巷口道袍修士带着3名同伙疾驰而来，脚下灵气流转，竟是最低炼气3层的修仙者。我顾不得擦拭身上黑血，运转炼气3层灵气，身形如箭般朝出租屋狂奔，每一步踏地都震碎地面碎石。距离出租屋还有100米，我已听到妹妹微弱的咳嗽声。那道袍修士抬手射出一道青色灵气刃，直劈出租屋钢板门窗。我怒吼一声，掌心火球术瞬间凝聚到极致，炽热火球与灵气刃相撞，轰隆巨响，震得空气震颤。我挡在门窗前，眼神冰冷如刀，死死盯着4名邪修。系统突然弹出守护任务：击退炉鼎掠夺者，奖励炼气4层修为，灵气护盾术。我握紧长刀，灵气疯狂灌注刀刃。前世没能护住妹妹，这一世谁敢动她一根头发，我便让她魂飞魄散，哪怕拼尽修为，也要将这些邪修斩尽杀绝。为首道袍修士气息暴涨，竟是炼气4层修为。他嘴角勾起阴狠笑意，直言妹妹是天生炉鼎，抓去献给宗门，能换高阶功法。3名同伙齐齐出手，灵气匹练席卷而来。我运转灵气侧身闪避，脚下地面被轰出深坑。我将空间储物术用到极致，长刀在掌心翻转，每一刀都带着焚尽一切的火球灵气，普通邪修根本抵挡不住。2名炼气3层修士被火球焚烧成灰。道袍修士震怒，击出一柄青色飞剑，灵气缠绕下直刺我心口。我捏碎仅剩的下品灵石，灵气瞬间暴涨，硬生生接住飞剑。掌心火球狠狠砸在他身上，道袍修士发出凄厉惨叫，身上道袍被焚成灰烬。我一脚踹碎他的丹田，废了他的修仙根基。系统提示响起，暖流席卷全身。我成功突破炼气4层，灵气护盾术自动激活，淡蓝色护盾笼罩全身。我转身看向屋内虚弱的妹妹，心头满是后怕。解决道袍邪修后，我立刻冲进屋内，抱住妹妹。她脸色苍白，体内抗体能量躁动不安。系统面板弹出完整隐秘信息，原来丧尸病毒是修仙界废弃的淬体毒，流落凡间引发末日。而妹妹并非普通抗体持有者，是万中无一的先天灵体，抗体能量是先天灵气本源，才会被邪修觊觎。我用灵气轻抚妹妹后背，帮她稳定体内能量。系统弹出灵体养护任务，每日用灵气温养妹妹灵体，持续7日，奖励灵体守护阵中品灵石成10。我这才明白，前世妹妹惨死或许并非丧尸所为，而是被邪修暗中掠夺本源。窗外那只骨刺变异丧尸再次出现，气息已达2阶初期，显然是被灵体能量吸引而来。我将妹妹安置在安全角落，激活灵气护盾，握紧长刀准备迎战。先天灵体绝不能再成为软肋，我要把它变成我和妹妹在末世的最强依仗。骨刺变异丧尸撞碎钢板门窗，带着腥风扑来。2阶丧尸力量远超1阶，利爪划过地面留下深痕。我运转炼气4层灵气，火球术与刀法结合，每一刀都带着火焰锋芒，劈砍在丧尸骨刺上，发出脆响。激战中，我吸收丧尸灵气，修为稳步提升。系统提示灵气积攒足够，我趁机突破，炼气5层修为，瞬间稳固。火球术威力翻倍，直接焚烧掉丧尸的骨刺。我一刀刺穿丧尸头颅，解决威胁后，立刻温养妹妹灵体。第7日养护完成，妹妹突然睁开眼，眼中闪过淡淡灵光，竟能感知到100米内的灵气与丧尸波动。系统奖励灵体守护阵与中品灵石，我将守护阵布置在出租屋，阵法开启后，淡金色光芒笼罩全屋，寻常丧尸与炼气6层以下修士根本无法突破。妹妹拉着我的手，轻声说：“能感受到我体内的温暖灵气。”我心头一暖，有了灵体感知与守护阵，妹妹终于有了真正的安全保障。灵体守护阵运转，3日出租屋彻底安全。我外出猎杀丧尸，提升修为，途中却遇到一群身着统一服饰的修仙者，他们胸口印着末世修仙联盟徽章，最低修为都是炼气5层。我隐藏气息偷听，竟得知联盟早已发现妹妹的先天灵体。之前的道袍邪修是联盟外围成员，此次联盟派出核心弟子
要强行抓捕妹妹，献给联盟会长做炉鼎。我怒火中烧，这些人比丧尸更恶毒，竟把主意打到我妹妹身上。系统弹出反杀任务，斩杀联盟3名核心弟子，奖励炼器6层修为，刀法进阶10烈焰斩。我不再隐藏，激活灵气护盾冲出去，烈焰斩雏形凝聚在刀刃上，带着焚天之势劈向联盟修士。这些养尊处优的联盟弟子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，短短片刻就被我斩杀2人，剩下1人吓得仓皇逃窜，扬言要带联盟大军前来报复。逃窜的联盟弟子留下狠话，我知道大军很快就到，出租屋虽有守护阵，却抵挡不住联盟大批高手。我带着妹妹转移到提前探查的地下仓库，这里地形复杂，易守难攻，正好布置猎杀陷阱。我用中品灵石激活阵法碎片，将烈焰斩的火焰灵气融入陷阱，只要联盟修士踏入，就会被火焰焚烧。期间我疯狂猎杀周边丧尸，吸收灵气，突破到炼气6层巅峰，烈焰斩彻底大成，一刀劈出，能形成数米长的火焰刀芒。妹妹的灵体再次觉醒，能操控微弱先天灵气加固阵法，还能提前预警联盟修士的位置。傍晚时分，地面传来整齐的脚步声，联盟10余名炼气5层以上修士赶到，为首者是炼气7层的联盟执事，眼神阴聪地扫视四周，一步步踏入我布置的火焰陷阱。我躲在暗处，握紧长刀，等待收割这些邪修的性命。联盟修士踏入陷阱瞬间，火焰灵气轰然爆发，数名炼气5层修士被焚烧成灰，炼气6层修士也狼狈不堪。联盟执事震怒，运转灵气扑灭火焰，怒吼着要将我碎尸万段。他挥拳砸来，灵气凝聚的拳风震得地下仓库摇晃。我运转炼气6层巅峰灵气，烈焰斩全力劈出，与拳风相撞，冲击波让我后退数步。激战中，我吸收只是易散的灵气，体内经脉扩张。系统提示破境契机来临，我趁机突破到炼气7层，修为暴涨的同时，烈焰斩威力再升一阶。执事满脸震惊，不敢相信我能越级破境。我趁他失神，一刀刺穿他的丹田，废了他的修为，再用火球术将其焚烧殆尽。剩下的联盟修士吓得魂飞魄散，纷纷跪地求饶。我毫不留情，全部斩杀，吸收他们的灵气，稳固炼气7层修为。系统奖励灵气探测术，我能清晰感知周边10里内的灵气与危险波动。清理完联盟追兵，我带着妹妹离开地下仓库。灵气探测术感知到城西有浓郁上古灵气波动，我带着妹妹前往探查，竟发现一处被丧尸包围的修仙遗迹，石门上刻着上古符文，正是淬体毒的起源之地。我用灵气解开符文禁制，进入遗迹后，发现中央石台上放着一瓶青色药液，正是淬体毒解药，还有一本上古吐纳术。妹妹触碰药液后，先天灵体自动吸收药液能量，体内抗体彻底进化，灵体进化为先天纯净灵体，能自主吸收天地灵气，再也不用担心被邪修掠夺本源。系统弹出遗迹探索任务，获取上古吐纳术，奖励炼气8层修为，空间储物升级为10立方米。我拿起上古吐纳术，暖流瞬间席卷全身，突破到炼气8层，储物空间直接扩大10倍，终于能储存更多物资与灵石。离开修仙遗迹时，城外2阶丧尸潮席卷而来，密密麻麻的丧尸铺满街道，其中还有数只2阶巅峰丧尸，气息堪比炼气8层修士。我让妹妹躲在遗迹内，激活灵体守护阵，独自迎战尸潮。上古吐纳术让我灵气恢复速度翻倍，哪怕持续战斗也不会灵气枯竭。烈焰斩每一次劈出都能斩杀数十只丧尸，火球术成片焚烧，黑血与火焰交织。一只2阶巅峰骨刺丧尸扑来，力量比之前强上数倍。我运转炼气8层灵气，将上古吐纳术与烈焰斩结合，一刀劈出，直接斩断丧尸的身躯，头颅滚落在地。尸潮源源不断，我吸收丧尸灵气，修为稳步提升。系统提示斩杀丧尸潮可获得进阶奖励。3个时辰后，最后一只丧尸倒在刀下，我浑身染血却眼神锐利。尸潮被我彻底斩尽，周边10里再无丧尸威胁。斩杀2阶丧尸潮后，我正带着妹妹前往安全区域。灵气探测术突然感知到一股极强的灵气波动，朝着我们飞速赶来。来人正是末世修仙联盟会长，修为达到炼气9层巅峰，只差一步就能突破筑基期。他身边跟着10余名炼气7层以上的核心高手，气势汹汹。会长眼神贪婪地盯着妹妹，直言先天纯净灵体是筑基的最佳炉鼎，今天必须把妹妹带走。我将妹妹护在身后，炼气8层灵气全力运转，上古吐纳术快速恢复灵气，明知实力差距悬殊，我也绝不会退让半步。系统弹出绝境任务，抵挡会长10分钟攻击，奖励筑基契机上古防御法宝灵玉甲。会长冷笑一声，抬手拍出巨大灵气掌印，掌风笼罩天地，我根本无处可躲，只能握紧长刀，用尽全力迎战。会长的灵气掌印轰然落下，我运转全部灵气抵挡，身体被压得跪在地上，地面裂开无数裂纹。就在掌印要碾碎我时，系统奖励的灵玉甲自动激活，淡白色玉光笼罩全身，硬生生扛下这致命一击。我趁机起身，烈焰斩全力劈向会长，却被他轻松挡下。他随手一挥，灵气鞭子抽在我身上，留下深深血痕。10分钟倒计时结束，系统提示筑基契机降临，
我体内灵气疯狂翻滚，经脉被灵气撑得胀痛，却找不到突破的缺口。会长见状狂笑，说我根本不配拥有筑基契机，要亲手抹杀我，再夺走妹妹。我咬着牙，将上古吐纳术、烈焰斩、灵玉甲力量融合，体内灵气形成漩涡，终于触碰到筑基期的门槛。妹妹的先天纯净灵体释放出温和灵气，融入我体内，帮我稳固突破状态。在妹妹先天灵气的加持下，我体内灵气漩涡轰然炸开，筑基期修为彻底稳固，周身灵气化作实质般的光晕，力量比炼气期强上10倍不止。会长满脸震惊，不敢相信我能在绝境中突破筑基期。他再次拍出灵气掌印，却被我随手一掌拍碎。我身形一闪，出现在会长面前，筑基期灵气凝聚在掌心，一掌拍在他胸口。他如断线风筝般飞出去，口吐鲜血，丹田被我震碎。联盟高手吓得瑟瑟发抖，转身就逃。我运转筑基期灵气，烈焰斩化作数十米长的刀芒，横扫而出，所有联盟高手全部被斩杀。系统弹出联盟覆灭任务完成，奖励筑基中期修为上古身法隐遁术。我突破到筑基中期，隐遁术让我身形如鬼魅，速度快到极致。末世修仙联盟彻底覆灭，再也没人敢觊觎妹妹的先天灵体。覆灭修仙联盟后，我带着妹妹在城区中心建立了临时安全区，再用灵玉甲碎片布置防御阵法来抵挡丧尸入侵。我以筑基中期修为横扫城区内所有丧尸，2阶丧尸在我面前不堪一击，哪怕遇到3阶初期丧尸也能一刀斩杀。安全区逐渐吸引幸存普通人前来投靠。我定下规矩，禁止恃强凌弱，禁止掠夺他人物资，所有幸存者分工合作，收集物资，加固防御，种植蔬菜，慢慢形成秩序。妹妹的先天纯净灵体再次进化，能释放治愈灵气，帮助受伤的幸存者疗伤，被大家奉为守护天使。系统弹出安全区建设任务，收留100名幸存者，奖励筑基后期修为灵田种子 X10。我看着越来越热闹的安全区，心中感慨，前世末世挣扎求生，这一世我不仅要护妹妹周全，还要给幸存者们一个安稳的家。临时安全区稳定发展，我正准备突破筑基后期，灵气探测术突然感知到城北有一股恐怖的丧尸气息，堪比筑基后期修士。我独自前往探查，竟发现一只身高3米的3阶丧尸王，浑身覆盖黑色鳞片，头颅没有毛发，双眼猩红，正是淬体毒凝聚而成的妖物，专吃灵体与修仙者灵气。丧尸王察觉到我的气息，嘶吼着扑来，利爪带着剧毒，能腐蚀灵气。我运转筑基中期灵气，隐遁术闪避攻击，烈焰斩劈在丧尸王鳞片上，只留下浅浅痕迹。激战中我发现丧尸王的弱点在胸口的毒核，那是淬体毒的核心，也是他的力量来源。系统弹出斩杀丧尸王任务，奖励筑基后期修为毒核净化术，可净化淬体毒。我眼神一凝，找准时机，朝着丧尸王胸口毒核发起猛攻。3阶丧尸王的剧毒难缠，我被利爪划伤手臂，灵气瞬间紊乱，幸好灵玉甲抵挡大部分毒性。我运转上古吐纳术稳住状态，隐遁术绕到丧尸王身后，烈焰斩全力劈向胸口毒核，毒核破碎，黑色剧毒喷涌而出。我立刻激活系统奖励的毒核净化术，将剧毒全部净化，转化为纯净灵气。丧尸王失去毒核，身体轰然倒地，被我彻底炼化成灵气，吸入体内，暖流席卷全身。我成功突破筑基后期，力量再次暴涨，毒核净化术能净化世间所有淬体，哪怕被丧尸咬伤，也能瞬间治愈。我返回安全区，将净化后的毒核碎片制成护身符，分给所有幸存者，佩戴后能抵御丧尸侵袭，还能缓慢吸收灵气，强身健体。妹妹看着我平安归来，眼中满是欣喜。先天灵体释放出更多治愈灵气，笼罩整个安全区。安全区防御越来越稳固。我外出探查时，在城东军营发现大批军方幸存者，他们装备精良，还布置了高科技防御工事。让我震惊的是，军营内竟有浓郁的系统灵气波动。为首的军方上校竟也绑定了修仙系统，只是他的系统是末世掠夺修仙系统，以掠夺他人灵气、物资、灵体提升修为是不折不扣的敌对系统。上校得知我有先天灵体妹妹，立刻露出贪婪神色，直言要吞并我的安全区，把妹妹献给系统做祭品。我这才明白，末世不止我一个系统宿主，还有掠夺型宿主，他们比邪修更残忍。系统弹出敌对系统对抗任务，挫败军方掠夺计划，奖励筑基巅峰修为系统防御屏障。我握紧长刀，筑基后期灵气运转，准备与掠夺系统宿主一战，守护我的安全区与妹妹。军方上校催动掠夺系统，周身黑色灵气缠绕，出手就是掠夺秘术，要吸走我的灵气。我运转末世修仙系统，纯净灵气形成屏障，挡住掠夺秘术。两种系统灵气相撞，发出刺耳声响。上校修为只有筑基中期，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
却依靠掠夺系统的秘术，不断吸收周边天地灵气，修为短暂暴涨。我激活系统防御屏障，将掠夺灵气全部反弹回去。上校被自己的掠夺秘术反噬，口吐鲜血。我趁机出手，烈焰斩劈出，斩断他的系统连接。掠夺系统发出刺耳警报，瞬间崩溃。上校失去系统，修为尽失，沦为普通人，被军方幸存者唾弃。我收服军营幸存者，将2个安全区合并，扩大防御范围。系统奖励筑基巅峰修为，我距离金丹期只有1步之遥。合并安全区后，我再次探查修仙遗迹。灵气探测术发现遗迹深处有密室，里面藏着上古金丹丹方与3颗金丹药材，正是我突破金丹期的关键。丹方记载，突破金丹期需要先天灵体的纯净灵气作为引子。妹妹的先天纯净灵体正好符合要求，妹妹毫不犹豫，愿意用自身灵气帮我突破。我心中感动，却也更加坚定守护她的决心。系统弹出金丹突破任务，集齐药材，融合先天灵气。奖励金丹初期修为，系统升级为仙级。我将遗迹内的灵石、药材全部收入储物空间，返回安全区布置突破阵法。周边所有幸存者都为我护法。我坐在阵法中央，妹妹站在一旁，释放先天纯净灵气，融入阵法之中。金丹突破正式开始。突破阵法激活，3颗金丹药材融化成药液，与先天灵气，我的筑基巅峰灵气融合，在丹田内缓缓旋转。我运转上古吐纳术，引导灵气凝结金丹。过程中经脉剧痛，却有妹妹的温和灵气安抚，让我始终保持清醒。3个时辰后，丹田内一枚金色丹丸凝结而成。金丹初期修为彻底稳固，周身金色灵气环绕，力量比筑基期强上100倍，挥手间就能掀起灵气风暴。系统升级为仙级末世修仙系统，功能全面解锁，能探测万里内气息，能炼制仙级丹药，储物空间升级为100立方米。我睁开眼，金色灵气横扫千里，周边丧尸与残存邪修感受到金丹威压，纷纷逃窜，不敢靠近安全区。系统弹出金丹任务完成，奖励仙级刀法焚天斩、金丹护盾。我手握焚天斩，金丹护盾笼罩全身，成为末世真正的强者。我凝结金丹后，全球丧尸突然集体异变，无数丧尸突破3阶，进化出智慧与特殊能力，形成丧尸军团，朝着人类安全区进攻。仙级系统探测到，这是淬体毒本源在南极觉醒，想要吞噬整个地球的灵气，把人类全部变成丧尸。末日真相彻底揭开，淬体毒是修仙界战败的魔族遗留的毒药，流落地球后引发末日。之前的邪修、掠夺系统宿主，都是魔族暗中操控的棋子。我看着全球异变的丧尸，心中已经明白，我不仅要护妹妹的周全，还要努力拯救整个世界。系统弹出全球守护任务，斩杀淬体毒本源。奖励金丹中期修为，世界守护印记。我安顿好安全区的幸存者，留下足够的防御阵法与物资，带着妹妹踏上前往南极的征程。这一次，我要彻底终结末日，还世间太平。前往南极需要横跨海洋，海洋内布满3阶海狮，还有4阶海狮王，气息堪比金丹初期。我带着妹妹乘坐改装快艇，刚驶入深海，就被海狮包围，黑色海水被剧毒染成墨绿色。海狮群扑来，我运转金丹初期灵气，焚天斩横扫，大片海狮被焚烧成灰。4阶海狮王跃出水面，带着剧毒浪花砸来。我与海狮王激战，金丹护盾挡住剧毒攻击，焚天斩劈碎他的鳞片。妹妹站在快艇上，先天纯净灵体释放出净化灵气，融入海水中，瞬间净化掉海洋内的淬体毒。海狮失去剧毒加持，实力大减。我趁机一刀斩杀海狮王，吸收他的灵气，突破到金丹中期。海洋内的海狮被我全部清理，海水恢复清澈。我们的快艇一路畅通，朝着南极疾驰而去。南极冰原的刺骨寒风裹挟着腐臭剧毒扑面而来，我攥紧焚天斩，金丹中期的灵气在经脉中狂涌。快艇冲上冰岸的瞬间，便感知到千里外有堪比金丹后期的恐怖气息蛰伏。这是淬体毒本源侵染冰原诞生的5阶冰狮王，身躯由坚冰与黑鳞交织，利爪挥出便带起冻结灵气的寒雾。我催动金丹护盾硬抗冰刃，焚天斩劈出的火焰刀芒竟被寒气快速冻结。才知这狮王已融合魔族低温秘术，普通火焰攻击全然无效。妹妹站在我身后，先天纯净灵体释放出暖融净化灵气，瞬间消融周身寒雾，也让我看清冰原地面暗藏的上古仙阵纹路。我借着灵气增幅，纵身跃起，将金丹灵气与净化之力融合，一刀劈碎冰狮王的冰晶核心，黑血融化坚冰，露出阵眼微光。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我顺势突破至金丹后期，仙级系统解锁仙阵操控权限，才知晓这冰原之下藏着当年仙魔大战遗留的灭魔大阵，操控仙阵碎片的灵气还未稳固。冰原深处便传来魔族独有的阴冷嘶吼，3道黑影疾驰而来，竟是被淬体毒本源唤醒的魔族使徒。他们并非丧尸，
而是修仙界战败魔族的残躯寄宿体。周身缠绕的黑雾能直接腐蚀金丹灵气，焚天斩的火焰触之即灭。我一时竟被逼得连连后退。仙级系统紧急提示：魔族力量专克凡间修仙灵气，唯有先天纯净灵体与上古仙阵之力能将其斩杀。我立刻牵引地面仙阵纹路，将妹妹的净化灵气引入阵中。淡金色阵法光芒瞬间笼罩冰原，黑雾被光芒灼烧得滋滋作响。我抓住时机，融合阵力与金丹后期灵气，焚天斩化作金色火刃，接连斩灭3名魔族使徒。他们消散的瞬间，一段魔族记忆涌入脑海。原来淬体毒本源并非死物，而是魔族至尊的残魂所化。此次苏醒是要吞噬地球灵气，重塑魔躯，带着魔族记忆的震撼继续深入。冰原腹地的寒气愈发浓烈，空气中的淬体毒浓度已能让金丹修士灵气紊乱。我将仙级系统的净化功能开到最大，又让妹妹持续释放灵体灵气，才勉强稳住体内气息。前行100米后，一座冰封的上古神殿映入眼帘，殿门刻着仙魔禁文，正是灭魔大阵的核心枢纽。神殿周围盘踞着上百只4阶、5阶丧尸，皆是被本源气息吸引而来的守护者。他们的剧毒已融合魔族之力，普通攻击难以奏效。我不再留手，金丹后期灵气全力爆发，焚天斩横扫而出，金色火焰成片焚烧丧尸群。仙阵纹路随我的脚步蔓延，将丧尸困在阵中绞杀。清理完守卫的瞬间，神殿大门突然自行开启，一股远超金丹巅峰的威压倾泻而出。我心头一沉，知晓魔族残魂的本体已在殿内等候多时。踏入冰封神殿的刹那，体内金丹竟不受控制地震颤。魔族残魂的威压如泰山压顶，让我寸步难行。神殿中央的冰台之上，一团漆黑如墨的毒雾翻滚涌动，正是淬体毒本源，也是魔族至尊残魂的寄宿体。他无需言语，便能用精神力直接侵蚀我的识海。无数末世惨死的画面，前世的遗憾交织袭来，妄图击溃我的心神。我谨守本心，将修仙系统的仙级屏障与金丹护盾融合，硬生生扛住精神攻击。妹妹的灵体灵气化作暖流入体，抚平识海的创伤。我突然发现，魔族残魂的精神攻击虽强，却无法触碰先天纯净灵体，妹妹竟是他的天生克星。我牵引神殿内的仙阵之力，将灵体灵气与金丹灵气合二为一。焚天斩劈向毒雾核心，却被一层魔能护盾挡下。系统弹出终极前置任务，需集气神殿内3颗仙魔石，才能激活灭魔大阵，彻底斩杀本源。仙魔石藏于神殿3处隐秘密室，每一处都有魔族傀儡镇守。这些傀儡由仙魔大战战死的仙冰魔将残躯所化，实力堪比金丹巅峰。我率先闯入东侧密室，一尊金甲仙冰傀儡持剑袭来，剑招带着上古仙气，却被魔能侵染的暴力无比。我的焚天斩与仙剑相撞，竟被震得虎口开裂。我立刻调整灵气，将仙阵的纯净仙气引入体内，与自身灵气融合，才勉强与傀儡抗衡。激战中我发现，傀儡的魔能核心在后颈，找准时机纵身跃起，一刀刺穿核心。傀儡瞬间化作飞灰，第1颗仙魔石落入手中。仙魔石入手温热，自动融入仙级系统，系统功能再度强化，灵气恢复速度翻倍。我不敢耽搁，转身冲向西侧密室。第2颗仙魔石的气息近在咫尺，而魔族残魂的威压也愈发狂暴。西侧密室的镇守者是魔将傀儡，通体漆黑，力大无穷，拳头砸下便能震裂神殿地面。魔焰缠绕下，连金丹护盾都能灼烧出裂痕。我借助仙阵的灵活之力，用隐遁术不断闪避攻击，将焚天斩的火焰凝聚成针，专攻傀儡关节弱点。魔将傀儡暴怒之下疯狂砸击，密室地面崩裂，露出下方的仙阵纹路。我趁机牵引纹路之力，将傀儡困在原地，一刀劈碎他的魔核。第2颗仙魔石到手，2颗仙魔石融合后，仙级系统解锁灭魔大阵欲启动功能，周身自动环绕淡金色阵纹，魔族威压对我的影响骤减。就在我冲向北侧密室时，魔族残魂突然爆发全力，毒雾化作巨手拍来，我催动双阵纹硬抗，被震得撞在神殿墙壁上，口吐金丹精血。妹妹立刻扑到我身边，灵体灵气全力注入我的体内，才让我稳住即将崩溃的金丹。吞下系统储备的仙级疗伤丹，我快速恢复伤势，顶着魔族残魂的攻击冲向北侧密室。这里的镇守者是仙魔混合傀儡，兼具仙气的灵动与魔能的暴力，实力远超前2尊，竟是半步筑基期的战力。我知道不能拖延，将金丹后期灵气、仙阵之力、灵体净化灵气全部融合，焚天斩施展到极致，金色刀芒带着灭魔之威，与傀儡的仙魔兵器相撞，巨响震彻神殿，傀儡的兵器被劈碎。我趁机一刀刺穿他的核心。第3颗仙魔石终于入手，3颗仙魔石齐聚的瞬间，冰封神殿剧烈震颤，灭魔大阵彻底激活，但金色光芒笼罩整个冰原，魔族残魂的毒雾被光芒灼烧得不断缩小，发出凄厉的精神嘶吼。我站起身，金丹灵气与大阵之力完美融合，
终于拥有了与魔族残魂正面抗衡的实力。灭魔大阵运转至巅峰，我站在阵眼中央，周身金光万丈，焚天斩被阵力加持的愈发锋利。魔族残魂化作的毒雾剧烈，狰狞无比，疯狂催动淬体毒侵染大阵，却被仙阵光芒层层净化。他见侵染无效，竟自爆3成魔能，凝聚出一柄魔剑，朝着我与妹妹劈来，妄图先斩杀灵体克星。我将妹妹护在身后，金丹护盾与大阵屏障双重叠加，应接魔剑一击，地面崩裂出千米深坑，我却半步未退。借着大阵的力量，我突破至金丹巅峰，灵气暴涨100倍。焚天斩劈出的刀芒贯穿神殿，狠狠劈在毒雾核心之上。魔族残魂发出痛苦嘶吼，毒雾快速消散，却在此时突然反转，他竟分出一缕残魂，遁入冰原之下，妄图逃离南极。我立刻催动隐遁术追击，仙级系统锁定残魂位置，绝不给他任何卷土重来的机会。隐遁术施展到极致，我追着魔族残魂遁入冰原地下溶洞。这里是淬体毒的源头巢穴，漆黑的毒水浸泡着无数丧尸骸骨，空气中的魔能浓度是地面的10倍。魔族残魂躲在溶洞深处，疯狂吸收毒水之力，身躯快速凝聚，进化作半人半魔的形态，实力恢复至金丹巅峰。他不再保留实力，魔焰席卷溶洞，毒水化作毒箭射来。我催动大阵之力，形成防御，箭雨撞在屏障上炸开，毒雾弥漫四周。妹妹的灵体灵气在溶洞中扩散，快速净化毒雾，为我创造攻击机会。我发现溶洞顶部镶嵌着上古仙玉，是大阵的能量核心，立刻牵引仙玉之力，将焚天斩的威力提升到极致。一刀劈出，金色火焰吞噬魔焰，狠狠斩在魔族残魂的凝聚身躯上。他的半边身躯被焚烧殆尽，却依旧疯狂反扑。魔族残魂的反扑愈发疯狂，他知晓今日必死，竟打算引爆整个溶洞的淬体毒，与我同归于尽。毒水开始沸腾，溶洞剧烈摇晃，碎石不断坠落。若是毒源引爆，整个南极的冰原都会融化，淬体毒将随洋流扩散全球，人类将彻底覆灭。我心头一紧，立刻让妹妹全力释放先天纯净灵体的全部力量，净化毒水的同时，牵引灭魔大阵的所有能量汇聚于焚天斩。金丹巅峰灵气、仙阵之力、灵体净化灵气三者融合，焚天斩化作万丈金色刀芒，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力，狠狠劈向魔族残魂与毒水源头。刀芒落下的瞬间，毒水被瞬间净化，魔族残魂的凝聚身躯被彻底焚烧，只留下一缕最核心的魔魂残片。我本想直接斩灭，却发现残片中藏着一段隐秘记忆，关乎末世的终极真相。攥住魔魂残片，一段尘封得记忆涌入脑海，末世的终极真相彻底揭开。当年仙魔大战，魔族至尊战败，将自身残魂与淬体毒封印于地球南极，妄图借凡间灵气复苏。而我绑定的末世修仙系统并非偶然生成，而是上古仙尊为克制魔族残魂，遗留凡间的仙级神器，专门等待天命宿主觉醒。更让我震惊的是，妹妹的先天纯净灵体并非天生变异，而是仙尊的一缕残魂转世，与系统本源同源。这也是她能克制淬体毒与魔族的根本原因。前世妹妹惨死，并非丧尸与邪修所为，而是魔族残魂提前感知到仙尊转世，暗中操控势力下的杀手。知晓一切的我，心中再无遗憾，也彻底明白，我与妹妹本就是为终结末日而生。我捏碎魔魂残片，最后一丝魔族气息被净化，溶洞内的毒水彻底化作清澈泉水，溶洞内的危机彻底解除。清澈泉水顺着地下河道流淌，快速净化南极的淬体毒。我牵着妹妹的手走出溶洞，灭魔大阵的光芒笼罩整个冰原，原本盘踞的丧尸纷纷消融，冰原重新恢复洁白。系统弹出任务提示：斩杀魔族残魂分支，奖励金丹圆满修为，解锁仙级身法破空术。我只觉一股浩瀚灵气涌入体内，金丹圆满的修为彻底稳固，破空术让我能瞬息千里，战力再攀巅峰。站在冰原之上，仙级系统探测全球，发现各地的丧尸正在快速退化，失去剧毒与狂暴之力，淬体毒的影响正在全面消退。我心中狂喜，却在此时，系统突然发出红色警报，全球残留的掠夺系统宿主竟被魔族最后的暗子集结，正朝着南极赶来，妄图抢夺仙阵与灵体力量。掠夺系统宿主的气息从全球各地汇聚，总数多达数十人，最低修为都是筑基巅峰，为首者更是金丹初期，皆是魔族暗子培养的刽子手。他们依靠掠夺他人灵气，灵体存活，比之前的末世修仙联盟更加残忍。此次集结是想趁我斩杀本源后灵力空虚，一举夺下南极仙阵。我站在冰原之巅，金丹圆满灵气释放，威压横扫千里，让那些宿主的身形一顿。妹妹站在我身侧，先天灵体释放出仙尊级净化灵气，形成一道无形屏障，掠夺系统的黑色灵气根本无法靠近。我催动破空术，瞬息出现在一名筑基巅峰宿主面前，
焚天斩轻轻一挥，便将其连人带系统一同斩灭。这些宿主的力量本就是掠夺而来，根基虚浮，在我绝对的实力面前不堪一击。短短片刻，便有10余名宿主被我斩杀。剩余的掠夺系统宿主见状，不再分散进攻，而是集结在一起，催动所有掠夺系统的力量，凝聚出一柄黑色掠夺巨刃，朝着我与妹妹劈来。巨刃之上缠绕着无数被掠夺者的怨气，威力堪比金丹中期攻击，若是被劈中，仙阵都会受损。我不再留手，将灭魔大阵、仙级系统、金丹圆满之力全部融合，焚天斩化作金色巨刃，与黑色掠夺巨刃相撞，巨响响彻南极，黑色巨刃瞬间崩碎，掠夺系统的核心被震碎，宿主们纷纷口吐鲜血，修为尽失。为首的金丹初期宿主妄图逃跑，我催动破空术追上前，一刀废了他的丹田，让他沦为普通人，尝尽被掠夺的痛苦。清理完所有掠夺系统宿主，全球再无敌对系统，仙级系统彻底净化所有掠夺之力，末世的邪恶势力终于被全部肃清。肃清南极的敌对势力后，我与妹妹站在灭魔大阵中央，启动大阵的全球净化功能。淡金色的光芒从南极扩散，覆盖大洋洲、非洲、美洲、亚洲，每一寸被淬体毒侵染的土地都被净化，丧尸褪去狂暴，化作普通骸骨，剧毒消散，空气重新变得清新。系统提示：全球净化进度达到 50%， 奖励金丹巅峰突破奇迹。我盘膝而坐，借助大阵与灵体灵气，开始冲击筑基期之上的元婴期。灵气在体内疯狂翻滚，金丹裂开一道缝隙，一缕婴孩形态的灵气雏形缓缓凝聚，这便是元婴。元婴成型的瞬间，我周身灵气化作实质，威压笼罩全球，成为地球首位元婴期修士。妹妹的仙尊残魂也彻底觉醒，灵体进化为仙尊灵体，能操控全球灵气，进化速度瞬间翻倍。元婴期修为稳固，我的力量已达到凡间巅峰，挥手间便能移山填海。焚天斩进化为仙级焚天刀，威力远超从前。灭魔大阵的全球进化进度达到 80%， 城市中的废墟开始恢复生机，草木破土而出，河流重新清澈。幸存的人类通过通讯设备得知南极的胜利，纷纷欢呼雀跃，各地安全区的幸存者开始重建家园。我与妹妹留在南极神殿，整理上古仙尊遗留的传承，发现神殿内藏着仙级丹炉、功法、阵法图谱，皆是重建世界、传承修仙之道的瑰宝。系统升级为创世级末世修仙系统，能操控天地灵气，改造地球环境。储物空间升级为万立方米，足以装下所有传承与物资。就在一切向好发展时，系统突然探测到外太空有魔族舰队的气息，正朝着地球驶来。当年的魔族大军竟并未被彻底消灭。创世级系统的探测范围覆盖太阳系，清晰捕捉到魔族舰队的轮廓，足足上百艘魔族战舰，每一艘都搭载着魔族士兵为首的魔族将领，竟是元婴期巅峰的战力，远超我当前的实力。当年仙魔大战，魔族主力并未被歼灭，只是被封印在太阳系边缘。如今感知到至尊残魂覆灭，立刻冲破封印，前来地球复仇，妄图将地球变成魔族的殖民政权。我心头一沉，地球刚从末世中复苏，人类还未恢复元气，根本无法抵挡魔族舰队的入侵。妹妹觉醒的仙尊残魂感知到危机，告知我上古仙尊曾在月球留下星际防御大阵，只要激活大阵，便能阻挡魔族舰队登陆地球。我立刻催动破空术，带着妹妹飞向月球，必须在魔族舰队抵达前激活星际防御大阵，为地球争取喘息之机。破空术施展到极致，我与妹妹瞬息抵达月球。月球表面布满仙尊遗留的阵纹，正是星际防御大阵的核心。大阵由10座月面阵塔组成，每一座阵塔都需要元婴期灵气与仙尊灵体灵气共同激活，才能启动。我立刻盘膝而坐，元婴期灵气全力输出，注入第一座阵塔，妹妹的仙尊灵体灵气紧随其后，阵塔瞬间亮起淡金色光芒。第9座阵塔亮起的刹那，魔族先锋剑的魔能炮已轰至月面，紫黑色的魔能光束裹挟着空间撕裂之力砸下。我顾不得灵气耗损，将元婴期灵气全力灌注阵塔，淡金色阵纹瞬间暴涨如天幕，硬生生挡下炮击。坚硬的月面却被轰出100米深坑，碎石裹挟着魔能四散飞溅。魔族舰队的威压已彻底笼罩月球，为首将领的元婴巅峰气息如万军山岳压下，让我气血翻涌，元婴阵阵刺痛。我仅凭肉眼观察便断定，单凭10座阵塔根本无法长久抵御。妹妹仙尊灵体全力绽放，周身金光与阵纹相融。我只接触碰阵纹的瞬间，猛然感知到星际防御大阵暗藏致命缺陷，核心阵眼缺失30%纹路，必须依靠地球本源灵脉加持才能彻底稳固。魔族将领4瞬间看穿大阵弱点，周身魔焰暴涨，亲自催动蕴含空间法则的魔能劈向阵塔核心。我横起焚天刀硬拼，金黑两色能量相撞的刹那，虎口瞬间崩裂，元婴剧烈震颤，刀身都被魔能啃噬出细密裂痕。危急关头，我神魂猛然一震，通过魔能波动洞悉了对方身份。
这名魔族将领竟是仙魔大战漏网的魔帅，亲手参与过仙尊阵法的铸造，熟知所有隐秘破绽。更恐怖的是，我感知到月面震击之下，被魔帅提前埋下了魔族自爆魔纹，一旦引爆，整座星际大阵会瞬间崩塌。我再不敢恋战，立刻带着妹妹催动破空术，全速返回地球，必须赶在大阵破碎前唤醒地球核心灵脉补全防御，否则人类将直面魔族铁蹄，连一丝喘息之机都不会剩下。重返地球的瞬间，我便将仙尊传承与适配凡人的简化修仙功法全盘公开，以创世级系统覆盖全球通讯，正式开启全民修仙时代。各地安全区瞬间化作修仙基地，进化后的天地灵气如清泉般涌入普通人体内，短短3日便诞生上万筑基修士，100余名金丹修士，连垂垂老矣的幸存者都能吸纳灵气，强身健体。人类战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暴涨。创世级系统在我回归的刹那自动解锁灵脉牵引术，我以元婴中期灵气催动秘法，瞬间锁定昆仑山脉地底万米深处的地球灵脉核心，那是维系整个星球生机的本源所在。可灵气探测术传回的尖锐警示让我心头骤然一沉，灵脉核心已被浓密的漆黑魔雾彻底封印，封印阵眼处盘踞着数名魔族暗子，为首者正是此前漏网的掠夺系统宿主残余，其修为被魔能强行拔升至元婴初期，周身缠绕着自爆秘术的波动，妄图在我破风时引爆灵脉，与整个地球同归于尽。我不再耽搁，催动破空术直抵昆仑，沿途盘踞的丧尸与魔化生物感受到元婴威压，直接被灵气震碎身躯。前世在末世挣扎求生的蝼蚁，如今已是守护人间的顶梁柱。妹妹紧随我身后，仙尊灵体持续释放暖融净化之力，沿途消解魔能侵蚀，为我扫清前行的所有障碍。可我却感知到封印深处藏着一道与魔帅神魂相连的暗线，这绝非简单的封印。昆仑灵脉核心被漆黑魔雾层层包裹，浓郁的魔能几乎凝固成实质。封印阵眼处，魔族暗子首领正双手掐诀，催动掠夺秘术，疯狂汲取灵脉本源之力。灵脉发出微弱的悲鸣，地面都随之震颤。他感知到我到来的瞬间，立刻引爆周身掠夺来的污浊灵气，化作黑色巨爪拍来，爪间蕴含的毁灭之力，威力堪比元婴中期全力攻击。我催动混沌焚天刀，劈出璀璨金色刀芒，却被巨爪上的掠夺之力缠绕吞噬，刀芒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散。我这才惊觉，他已融合魔族秘宝噬灵晶，实力远超寻常元婴修士，普通攻击根本无法破防。激战中，我敏锐察觉他气息紊乱异常，神魂波动与远在太空的魔帅完全同步，一个惊悚的反转在我识海中成型。眼前的暗子首领根本不是独立存在，只是魔帅分裂出的一缕主分身，所有行动都受魔帅远程操控，目的便是不惜一切代价拖延我唤醒灵脉，为魔族舰队攻破大阵争取时间。我再不敢留手，将创世系统、元婴灵气、灵脉逸散的本源之力三者融合，刀芒瞬间暴涨10倍，带着净化一切的威势，一刀劈碎分身躯体。可暗子首领溃散的前一秒，竟引爆了封印核心的魔纹，灵脉暴走的能量如海啸般席卷昆仑山脉，山石崩裂，大地塌陷。我立刻让妹妹以仙尊灵体温和狂暴的灵脉之力，强行稳住即将崩溃的地球本源，稍有不慎，整颗星球都会被灵脉暴走撕碎。仙尊灵体与地球灵脉相融的瞬间，狂暴到极致的本源能量瞬间温顺如流水，但绿色的灵脉之光冲破昆仑山体，直冲云霄，化作通天光柱。我催动灵脉牵引术，将浩瀚的地球本源之力隔空输送至月球星际防御大阵，10座阵塔同时爆发出璀璨金光，屏障瞬间扩张至整个太阳系。魔族舰队的所有攻击被尽数弹回，数艘先锋舰直接被屏障震碎。浩瀚的灵脉之力反哺自身，我周身元婴急速蜕变膨胀，经脉被纯净灵气撑得发胀，顺势突破至元婴后期。混沌焚天刀吸纳灵脉本源与仙尊清气，刀身萦绕鸿蒙光晕，威力再攀巅峰，挥刀间便能撕裂空间。魔族魔帅见状暴怒如雷，亲率舰队主力轮番冲撞屏障，可每一次撞击都被屏障弹回，魔帅自身被震得口吐魔血，舰队损毁过半，残存战舰再也不敢轻易靠近。我立于地球大气层之巅，元婴后期威压横扫整片星空，魔族士兵感受到仙尊与地球灵脉的双重威压，纷纷战意溃散，瑟瑟发抖，甚至有低阶魔族直接弃械投降。这一刻，人类终于掌握对抗魔族的绝对主动权，末世以来的屈辱、恐惧与挣扎尽数化作必胜的信念。我俯瞰脚下的蓝色星球，知晓守护家园的底气终于牢牢握在了手中。太阳系屏障稳固3日，魔族魔帅依旧不甘失败，从舰队深处祭出魔族至宝是神魔珠，漆黑的珠子释放出吞噬万物的黑芒，竟开始疯狂蚕食屏障能量。金色屏障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薄，我催动焚天刀劈出万丈刀芒抗衡，却被魔珠的吞噬之力直接吞没，连一丝涟漪都未泛起。我这才通过系统资料库知晓，
此珠是仙魔大战遗留的上古魔器，专克仙尊阵法与纯净灵气，寻常攻击根本无法撼动。危急关头，妹妹仙尊残魂彻底觉醒，月球仙尊遗迹的残魂之力跨越星空融入我体，我瞬间领悟仙尊基础法则，周身灵气化做法则所炼，力量强行暴涨至元婴巅峰。魔珠的吞噬之力在仙尊法则下快速瓦解，珠子表面出现细密裂痕，我一刀劈碎魔珠外层静止。魔帅见状拼死反扑，周身魔能化作万丈魔影扑来，魔影中裹挟着亿万冤魂的嘶吼，妄图侵蚀我的神魂。我以灵脉之力为盾，仙尊法则为刃，正面硬汉魔影，金黑两色能量相撞的刹那，魔影瞬间崩碎，魔帅被震飞万里之遥，元婴濒临破碎，再也无力组织有效进攻。可我并未放松，系统探测到魔珠碎片中残留着一缕诡异魔念，并未被彻底净化，似乎还在酝酿着新的阴谋。溃败的魔族舰队四处逃窜，我以破空术全速追击，却在舰队深处发现一座悬浮的漆黑魔魂母巢。母巢源源不断释放魔魂，复活战死的魔族士兵，哪怕被斩碎身躯，也能在魔魂加持下重新凝聚。母巢散发的气息堪比化神初期，竟是魔帅用来续航的核心秘宝。我心中一沉，知晓只要母巢不灭，魔族便会无穷无尽，这场战争永远不会结束。我催动焚天刀，全力劈向母巢外壳，却被一股诡异的反弹之力震伤元神，刀身都被弹开。我这才洞悉母巢的秘密，它与魔帅神魂深度绑定，神魂共生，存亡与共，需先废其丹田魔核，才能摧毁母巢本体。我不再理会逃窜的魔族士兵，绕开舰队主力，直取魔帅。元婴巅峰灵气全力爆发，焚天刀裹挟法则之力直劈其丹田魔核。魔帅发出凄厉嘶吼，魔核瞬间破碎，母巢核心光芒骤灭，彻底停止运转。失去母巢加持，所有复活的魔族士兵尽数化作飞灰，剩余战舰要么投降，要么被我焚毁。太空之中再无魔族战力。创世级系统弹出金色任务提示，摧毁魔族舰队主力，奖励化神期突破契机。地球的星空威胁终于被彻底清除。可我指尖触碰母巢残骸时，却感知到一丝不属于魔帅的至高魔念，这母巢竟是他人留给魔帅的后手。我带着投降的魔族士兵返回地球，将其封印于月球秘境，以灵脉之力布下禁锢阵法，让他们永世忏悔过错，不得踏出秘境半步。星际防御大阵化作永久屏障，笼罩整个太阳系，自动过滤外星威胁。地球彻底进入安稳发展期。我在南极神殿盘西闭关，借助地球灵脉、仙尊残魂、创世系统三重至高力量冲击传说中的化神期。元婴在丹田内急速旋转，不断吸收天地间的纯净灵气与仙魔战场残留的法则之力，逐渐凝聚成虚幻的化神元神。元神出窍便可遨游星空，掌控天地法则。闭关整整3月，化神初期修为彻底稳固。我周身金色灵气化作实质云海，笼罩整个南极大陆。鸿蒙焚天刀完成最终进化，刀身融入道则碎片，一刀可劈碎星辰，净化魔元，成为真正的仙级道器。妹妹的仙尊灵体与地球灵脉完全融合，成为人间灵脉圣女，抬手便可调控风雨，治愈万物。受伤的幸存者经她灵气滋养，瞬间便能痊愈。人类幸存者在她的庇护下快速重建家园，城市重现繁华，街道车水马龙，末世的痕迹被彻底消散。可创世系统突然传来微弱警报，银河系深处有一道恐怖气息正在苏醒，直指地球而来。化神威压笼罩全球，我以创世系统全力探测银河系，终于发现仙魔大战终极战场遗迹藏于银河中心，那里不仅有仙尊完整传承，也藏着魔族最后的终极秘密。更让我心惊胆战的是，系统清晰探测到一股半步道尽的恐怖气息蛰伏于遗迹深处，那是魔族终极主宰。当年仙魔大战并未将其彻底斩杀，只是以仙尊本源将其重伤封印。如今魔帅覆灭，母巢被毁，封印之力大幅衰减，主宰即将破风而出。我立刻召集地球顶尖修仙者，组建星际修仙战队，挑选元婴、金丹修士作为主力，准备前往银河中心，彻底终结仙魔万年恩怨。出发前，我以化神之力将灵脉守护阵布满全球每一寸土地，留下完整修仙传承与顶级防御力量，确保人类在我离开期间能安稳发展，不受任何侵扰。妹妹感知到此行的极致凶险，却依旧执意与我同行。她的仙尊灵体是克制魔族主宰的唯一关键，少了她，此战必败无疑。我紧紧握住妹妹的手，心中百感交集。从末世众生护妹到如今征战星际，我知晓此行没有退路，唯有彻底铲除终极隐患，人间才能永享太平，否则一切安稳都只是镜花水月。穿越星际的途中，我们不断遭遇魔族残余势力，这些散兵游勇在化神修为面前不堪一击。鸿蒙焚天刀每一次劈出，便有一片魔心被净化，魔能消散殆尽。历经半月星际航行，我们终于抵达银河中心终极战场。满目疮痍的遗迹布满仙魔骸骨，
星辰碎片漂浮四周，中央封印阵中，漆黑魔雾翻滚涌动，魔族终极主宰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压得整个战队修士都无法动弹。他并非实体肉身，而是由无尽魔念凝聚的意识体，半步道境的威压如天罚般落下，让我的化神元神都险些崩碎，神魂传来阵阵剧痛。他无需言语，便以精神力疯狂侵蚀我的识海，无数前世末世惨死的画面，妹妹濒死的哭喊，人类挣扎的痛苦交织袭来，妄图用执念与遗憾击溃我的心神防线。我谨守本心，以人类千万幸存者的信念与护妹的执念筑牢识海，硬生生扛住精神侵蚀。激战中，我猛然发现主宰的致命弱点，他的魔念依赖战场残留的魔能生存，只要彻底净化整片遗迹的魔能，便能削弱其90%力量，这是我唯一的胜机。可就在我准备行动时，主宰突然爆发魔念，撕开了封印的一角，一股比魔帅强100倍的气息喷涌而出。我立刻让妹妹以仙尊灵体释放全域净化之光，金光覆盖整个终极战场，残留的魔能被快速净化，化作纯净灵气消散，主宰的气息瞬间暴跌，魔物都稀薄了大半。他暴怒之下挣脱最后一层封印，魔念化作万丈魔手拍来，掌风裹挟着毁灭星系的威力。我催动鸿蒙焚天刀，融合化神灵气、仙尊法则、地球灵脉3重力量硬抗，碰撞的冲击波震碎周边数十颗星辰，星空出现大片黑洞。我被震得口吐元神精血，化神元神出现裂痕，却依旧半步不退，身后是整个人类与星际友好种族的希望。创世级系统在此时解锁至尊权限，弹出赤色终极任务，斩杀魔族终极主宰，奖励道境契机，世界永恒守护印记。我心中了然，此战没有任何退路，要么斩魔成神，守护万物，要么生死道消，人间覆灭，前世的遗憾，今生的守护。人类的未来，星际的和平，全都系于此战。我咬牙燃烧部分元神本源，将自身力量强行提升至半步道境。周身金光暴涨如烈日，朝着主宰魔念核心发起绝死冲锋，哪怕魂飞魄散，也要护妹妹周全，护人间安宁。燃烧本源的力量暴涨10倍，鸿蒙焚天刀劈出的金色刀芒贯穿魔念核心，主宰发出贯穿银河的凄厉嘶吼，魔念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消散。就在我以为胜利将至，松一口气的刹那，最惊悚的反转降临。他竟引爆仙魔战场，所有残留魔能与仙骨本源，妄图与我同归于尽。魔能爆炸的威力足以摧毁整个银河系，连时空都开始扭曲崩塌。我瞬间汗毛倒竖，立刻催动创世系统的时空法则，冻结爆炸扩散的速度，为自己争取一线生机。妹妹没有丝毫犹豫，将仙尊灵体全部力量毫无保留注入我体内，灵脉、法则、元神、仙魂4重力量彻底融合，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金色屏障。我以自身化神元神为引，布下终极净化阵，将爆炸的毁灭魔能尽数转化为纯净灵气，反哺整个银河系。破碎的星辰重新凝聚，扭曲的时空恢复正常，主宰的魔念被彻底净化，不留一丝痕迹。仙魔大战遗留的所有隐患终于被彻底根除。我耗尽所有力量坠入冰冷星空，昏迷前只看到妹妹焦急扑来的身影，与银河系重新绽放的璀璨星光，意识彻底陷入黑暗。再次睁眼，我已身处地球南极神殿的仙阵中央，周身被纯净的灵脉与仙尊灵气包裹，耗尽的元神不仅完全恢复，甚至突破化神桎梏，踏入道境初期。道境之力可掌控时空，重塑万物，一念生灭星辰。我已是银河系当之无愧的顶尖强者。鸿蒙焚天刀化作道气，随心而动，一念斩魔，无需手持便能御刀千里。妹妹的仙尊灵体吸收了银河系进化后的灵气，进化为永恒灵体，与我道境之力相辅相成。我已是真正的逍遥道尊，不受任何规则限制。我站在神殿之巅，感受着道境之力与天地相融，心中却依旧平静。所有征战只为守护身边之人。我曾从末世蝼蚁起步，重生归来，绑定修仙系统，斩丧尸，灭邪修，击溃魔族舰队，终结仙魔万年恩怨。从炼气一层一步步走到道境初期，初心从未改变，只为护住身边的妹妹，守护人间烟火，弥补前世所有遗憾。如今人间安定，星际和平，所有执念皆已了结，所有心愿皆已达成，再无任何牵挂与不甘。唯有以道尊之身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，便是此生最大的圆满。妹妹依偎在我身侧，永恒灵体之光温柔环绕。岁月静好，不过如此。立于地球之巅，俯瞰山河无恙，万家灯火。春风拂过大地，草木葱茏，生机盎然。妹妹依偎在我身侧，永恒灵体之光温柔环绕周身，暖意流淌。道境元神遨游整片银河系，感知万物安宁，星辰有序。仙魔恩怨彻底终结，末世永远成为尘封的过往，再无黑暗侵扰人间。